靠着比我菜赢了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摆出这一副模样？我是比您菜的还挺多，但咱们的赌约又不是比谁菜。师尊，我很感谢您尽心尽力地帮我完成梦想，但我也尽力了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师尊您突破的时候，为什么真气长得比真元快那么多？是不是冥冥之中的那个意志，其实还是将您的境界算作是炼气期？扯淡！本座可是虚机期，要突破也是从虚机期1层突破到虚机期2层。您为啥要算1、2、3、4，而不是前中后期？怕不是心里没底？没啥，师尊，咱们的赌约你可别忘了，按照约定，您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我还没想好呢，不如留着以后敲诈您吧。淑华，你这脸可真够黑的。朕一转世就是差点当了帝皇的村长之子，结果你轮回11世，除了第1世的天人，其他人道的轮回世世做乞丐，现在还差点被冻死。你是何人？为什么不曾？身体素质真差，赶紧跟我回圣教。淑华，你的灵根检测完了吗？师尊，弟子检测完了。结果如何呢？最下品的灵根，如果没有灵丹妙药，这辈子基本上无法突破筑基。那先回去吧，你师母已经做好饭了。师尊，您不责罚我吗？为什么要责罚你？这灵根的品级是天生的，又不是你自己决定的。因为这种没法改变的无聊事情就责备自己的弟子，我还没有那么掉份儿。但我可能此生都没法修炼到筑基。您是圣教掌教，天下第1人，身为您的弟子，我却可能一辈子只能是一个炼气期修士。您对我有知遇之恩、救命之恩、再造之恩、父母之恩，弟子不忍让师尊受此屈辱。你莫非认为炼气期很弱吗？不弱吗？修真境界7境界，甚至都没把炼气算进去。那是你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炼气期修士。算了，此事以后再提。你以后若是见了一个白发的会发真气的修者，记得对他恭敬一点，那是你的长辈。而你这个灵根，于我来说也无妨，反正你本来也是这样的资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淑华，你觉得一个人的资质灵根对于一个人的修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灵根资质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速度以及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，自然是相当重要的。错了，灵根和资质并不能决定一个人能达到的高度，就像修为境界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战力一样，能决定一个人的高度的是他的意志。在距今非常遥远的远古时代，天地间有着为恶的天神和一个怜悯众生悲苦的先祖。先祖将修仙之法传授给了人皇，人皇最后用它推翻了天神们的统治。先祖的意志于黑暗的荒野中开辟了一条光明的向前的道路。修行也是这样，既然灵根决定了你前面没有了路，那你不如就自己开辟。修炼体系是先祖创造的，你也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嘛。可先祖是先祖，我却只是一个乞儿。先祖在成为先祖之前也只是一个乞儿，犹犹豫豫，难道你想让为师蒙羞吗？弟子不敢。那么就做给我看，我相信你的才能，做不到就是你努力不够。是。好，明天开始我教你炼气之法。现在先过来吧，我和你师母给你找了个媳妇儿，她岁数可能有点大，还是个异族，不过女大三抱金砖嘛。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你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淑华，我终于再次见到你了。渡我大远失败，白秋然在家自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等他振作起来之后，又开始寻其他筑基的办法。就这样过去了3年，
白秋然依然没有筑基，但他迎来了自己和苏香雪的儿子。儿子出生后，众人大喜过望。100日之后，白秋然便为自己的二儿子设置了100日宴。恭喜师尊师母。徒孙树华，携内子娄月明，见过师祖。哦，这就是树华的转世，看着是个老实人。弟子最敬佩的人便是师祖，每每从师尊那儿听说到师祖的境界始终卡在筑基期之前，却依然坚持不懈的努力，丝毫不放弃希望以后，弟子便感到一种由衷的钦佩。哦，你师尊没事的时候就跟你讲这种事情啊？没错，师尊多次教导我要向师祖学习，即便只是练气期，也绝不能放弃自己，所以弟子才能潜心研究符文之道。师尊还说，连师祖您都没筑基，我们这些做弟子的就更不用着急。揍你！师侄啊，你要学的还很多。那是自然，修行之路任重道远，弟子自当砥砺前行。哦，小师叔长得与师祖真是相像，不过这孩子居然不是纯血人族。这是我的妖身生下的孩子，秋然虽然是人身，但我检测了一下，这孩子身上的妖族血统，不知道为什么比我还纯粹。合着我是催化剂吗？师祖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般奶团可爱？年轻人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是个筑基奇才。每周3、周5上午10点传授独家秘籍，别逼我跪下来求你！看着万家灯火，没有一盏属于我。我来自丛丛夜色，我藏在哪个角落？别问我究竟为何，我天生主角命格，所以在看不见时，我做我自己。神佛，深海的深海之外，主宰着或被主宰。如果你感到奇怪，因为你走错时代，被钢筋水泥覆盖。谁听过他们自白 ？When my power will go back。有龙露出尾巴来，收起獠牙小乖乖，狐妖就为打节拍，施法术不停摇摆，开场前点个外卖，这是我的舞台。